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要钩的呢，就是这款超漂亮的大领披肩斗篷。用到的东西呢，就是毛线还有钩针。我用的是6毫米的钩针，然后缝毛线的针。另外新手的话，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。最后就是准备几个扣子，用来最后缝在领子部分。那开始之前呢，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披肩的结构。这个披肩的结构特别简单，它就是2个长方形。那首先一个长方形呢是我们的主体部分，我们钩完长方形之后，把它对折起来，然后留一个领口的部分，然后剩下这部分呢缝起来。那之后呢，再钩一个小的长方形。这小长方形钩好之后呢，把它对折。然后把这边给它们缝起来，缝起来之后呢，把它这样子跟大长方形上留的领口缝在一起，那我们这个披肩就完成了。这小长方形呢，可以这样子钩得长一点，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翻起来当翻领穿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钩下面这个主体部分，就是这个大长方形。那我们先来起头，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些毛线。压在下面的部分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的部分给它拉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这个头就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始钩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钩的呢是我们这个大长方形，最开始这个大长方形这一边的宽度，也就是你穿上之后呢，从你的肩膀然后一直到下摆这个长度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。我给自己钩呢，我钩了大概不到点70厘米，60多厘米。那我们现在要钩的呢是辫子针来决定这个长度。那这个辫子针需要满足的针数呢是3的倍数加2。辫子针的钩法呢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2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3个辫子针，就这样往下钩，一直钩到你满意的长度，并且针数满足3的倍数加2，我再回来。为了讲视频方便呢，我就只钩了20个辫子针，就只钩一个小样。我实际上钩那条披肩呢，钩了应该是70多个吧，70多个辫子针。那反正你就把这个辫子针钩到你需要的长度，我这里就只讲方法。那这个辫子针呢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现在呢我们要开始钩我们的第一行。首先呢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远都不算1针，钩针下来这有2条线组成一个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我们要跳过第一针，在第2针的位置上钩一个短针。那短针的钩法是钩针我们从第2针这个 V 字上面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，这是一个短针。那新手呢，建议我们用别针把这一针标记出来，免得你之后找不到它。看我们钩针下来，刚钩出来这个 V 字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然后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跳过下面的2针，1、2，在第3针的位置上，我们再钩一个短针。短针还是钩针从 V 字上面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这2个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重复我们刚才的这个花样，就是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下面的2针，1、2，在第3针的位置给它钩短针。就这么重复，2个辫子针，跳过2针，然后下一针钩短针，我们就这样把第一行钩完。看我们第一行钩完，只要你开头没有数错的针数的话，那你最后一针应该正好是一个短针。那第一行钩完，我们现在来钩第2行。第2行的开头呢，我们要先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看成一个长针，就相当于我们第2行现在已经有1针了。新手要标记的话呢，标记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。我来标记一下。
从钩针下来，我们看第一个 V 字，这辫子针，我们一会儿回来的话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行的最后一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接下来这2个辫子针下面这个洞里给它钩2个长针。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我们钩针伸到这个洞里来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然后在这个洞里再钩一个长针，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下一针呢是这个短针的地方，我们要在这个短针小柱子上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。然后我们看接下来这不是一个像小柱子一样的吗？我们钩针从这个小柱子右边过去，左边出来，然后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重复这3针了。接下来在这2个辫子针下面的洞里各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这个洞里头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钩针绕线，还是从这个洞里头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下一针呢，又是这个短针地方，我们要钩在小柱子上，钩针绕线，钩针从小柱子右边进去，左边出来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又是重复了，在接下来这个2个辫子针的洞里头给它钩2个长针，钩针绕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同样地方再钩一个长针，还是这个洞里钩针穿过去，然后呢又是钩在小柱子上的长针，那钩针绕线，从这小柱子右边进去，左边出来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然后呢就这样重复，就是在这个洞里头钩2个长针，然后在这个短针的小柱子上钩一个长针，在洞里钩2个长针，小柱子上钩一个长针，就这样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我最后这2个辫子针上的2个长针钩完，那我们看最后一针就是我这个别针标记的这一针，它呢可能是有一点拧在后面的，如果你没标记的话，你很可能找不到它。那现在呢，我可以把标记取下来，然后正常的在最后一针上我们钩一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到刚才标记过的这一针，钩针从它底儿上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然后把线钩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我们第2行就钩完了。现在我们来钩第3行，第3行跟我们的第1行基本是一样的。开头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给它转过来。这辫子针不算一针，我们永远都不要管这个辫子针，直接来到下一针，就是前1行的第1针。我们在这针呢钩一个短针，钩针从这一针底上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。新手呢还是建议我们把这一针标记出来。那我之后就不做这一步了，新手建议把每一行第1针都标记出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就是接下来这2个 V 字，在第3针的位置，我们再给它钩一个短针。然后呢，就是重复这3针，2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在第3针的位置钩短针。短针还是钩在底儿上 V 字2条线下边，然后又是2个辫子针，跳过2针，在第3针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给它钩短针。那就这样，我们就重复2个辫子针，跳过2针，在第3针底儿上 V 字2条线下面钩短针，把我们这一行钩完。到最后地方我们看最后一针呢，如果你是新手，你真的很难找到这一针在哪儿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要别这个别针。那我们回来把最后这一针标记取掉，然后在这一针位置
还是你看 V 字2条线下面，我们给它钩短针。那我们第3行就钩完了。接下来你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重复我们的第2行和第3行，一直到你满意这个长度。那我再带着往下钩1行吧，再钩一遍这个，然后接下来就自己钩了。那我们下一行跟我们的第2行完全是一样的，我们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过以后，这3个辫子针我们就看成一个长针，新手要标记我们第3个辫子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在这个2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给它钩2个长针，就是钩针绕线，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同样的地方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接下来这个短针的小柱子上，我们钩一个钩在小柱子上的长针，钩针绕线，从小柱子右边进去，左边出来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就重复这3针，就是2个勾在这个洞里的长针和一个勾在小柱子上的长针。那这就是跟我们第2行完全一样，我们的第4行以后的双数行全部都是这样的，在这个洞里钩2个长针，然后在小柱子上钩1个长针，右边进去，左边出来，钩1个长针。那我就不往下讲了，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呢，可以把视频倒回去，我们就一直重看第2行和第3行，一直到把这一个长方形钩成你满意的长度，就是这一个的长度。那我实际的这是一个小样嘛，那我实际的那个呢，那个披肩呢，这个长度我钩的大概是1.5米的样子，你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材来决定这部分多长。那主体就是这样，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主体钩完，我来讲我们领子的部分。这就是我实际钩的这个主体部分，它实在太大了，我这儿都不太放得下。那我最后一针钩完了，现在呢，我就可以把线头剪断，剪的时候可以留长一点，用来之后我们把它缝在一起。那我现在呢，就用钩针勾住我们剪断的这个线，给它勾过来，钩针这就可以取下来了。那这个主体部分呢就钩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对折一下，我看我这儿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的话，我就再拿小样来说。哎呀，比较困难呀。那我把它对折之后呢，我从这个对折的中点这个地方往回量，量大概30厘米，这个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希望的领口大小来决定。那我往过量大概30厘米，就是大概这个位置。那30厘米，我把这个地方标记一下。那我之后呢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把剩下这2边给它缝起来。我已经标记好我要把它们缝在一起的这个点了。那我就从头上把它们对齐，然后用之前不是留了很长的一截线吗？那我给它穿上了这个缝毛线的针。接下来呢，就用这个针带这个线把2边缝在一起。缝呢也没有什么正确与错的方法，反正你就只要把2边对齐，来回穿线，给它们把2边连在一起就好了。那把这部分缝好，我们就来讲领子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来钩领子的部分。那首先起头方法还是一样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些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部分给它拉出来，钩针穿过去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来起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呢，针数多少无所谓，我们最后钩完呢大概是20厘米就可以了。我现在这辫子针呢已经是20厘米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再钩1针。刚钩这1针呢，我们之后要跳过它到前1针来，就是我们跳过1针，从钩针往下第2针开始，每针钩1个短针给它钩回去。短针呢就是钩针从 V 字绕线下面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就这样我们每针1个短针把我们的第1行钩完。新手呢，我还是建议我们用别针把第1针标记出来。
第一行勾完，下面我们来勾第二行。那接下来的每一行呢，都跟第二行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。那开头呢，先勾一个辫子针，转过来。这个辫子针呢，还是它永远都不算一针。我们钩针往下，第二个 V 字就是我们前一行第一针。我们从这针开始，在每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短针。我们看钩针从这个 V 字中间进去，穿过后面这条线下边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从这个 V 字中间进去，从后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每针都是这样，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，穿过钩针的2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把第二行勾完。第二行勾完是这样的，那接下来每一行都跟第二行一样，我再往下说一行。我们开头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刚勾的这个辫子针不算一针，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我们前一行的第一针，然后每针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给它勾一个短针，就这样子勾到头。勾到头之后呢，我们又是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从前一行的第一针开始，每针都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一个短针。那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往下勾，一直勾到我们这个领子呢给它折起来，跟我们之前在衣服上留的那个领口的长度是一样的，就是对折起来是30厘米，那整个长度是60厘米。把这个领子勾完，我再回来。我现在这个领子呢，已经勾到大概就是差这么多，就跟衣服主体留的那个领口部分一样长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要考虑扣子和扣眼了。比如说到时候呢，我要放3个扣子，那我大概是这个距离，这样子放3个扣子。那对应的呢，我就要勾3个扣眼。那下一行呢，我们就开始勾扣眼。开头呢，还是跟我们之前的每一行一样，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这辫子针还是不算一针，然后呢，正常的在每一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勾短针，勾到要勾第一个扣眼的地方。那比如说现在我要勾第一个扣眼了，那我看一下我这个扣子，我这个扣子呢大概是2、3针这个样子，那我就准备留2针的距离做扣眼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勾2个辫子针。然后跳过下面的2针，跳过接下来的这2个 V 字，在下一针的位置呢，又正常开始勾短针。看，这样我就留出一个扣眼。那可以试一下，这个扣子穿过去没有问题。那我这个扣眼就是这样的。你可以根据你扣子的大小决定这个扣眼多大。如果扣子小的话呢，你可能只要勾1个辫子针，跳过1针；如果扣子大的话呢，那你可能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1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又是正常的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勾短针，一直勾到你下一个扣眼的位置。那我又要勾一个扣眼了，那我还是2个辫子针，跳过2针，然后在下一针正常的勾短针。看，又是一个扣眼，又是一个扣眼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一行勾完。这一行勾回来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几行又跟我们之前一样了，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在每一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给它勾一个短针，勾到头，然后我们再重复。那就这样呢，把剩下几行一直勾到我们这个领子跟我们之前领口留的长度一样，那这个领子部分也就完成了。这领子部分勾好之后呢，那我还是同样的把钩针取下来，然后留了这么长的一截线头，然后穿了这个缝毛线的针。现在呢，就要把它跟衣服主体之前留的这个领口，这是之前留的这个领口的部分，那给它们对齐，然后缝在一起了。缝的话还是跟我们之前缝衣服就是主体侧面这个缝线是一样的，它没有什么方法，反正就是你把两边对齐，钩针从一边的一针穿过去，然后再从另一边的一针穿过去，只要把两边对齐就可以了。
反正就这样，我们把整个这一圈给它缝起来，然后在扣眼对应的位置呢，我们给它缝上扣子。那今天这个斗篷就完成了。